大家好，我是冠心智者老崔。今天咱们不说面相，不讲手相，老崔要跟您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有些生肖啊，真的是越活越滋润，越老越旺。您别急着说这是不是又在搞迷信，老崔先把话说明白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观察智慧。咱们今天要讲的这4个生肖，不是说别的生肖就不好，而是从性格、从积累、从人生节奏来看，他们确实走出了一条晚年安稳、富贵双全的路。您瞧，真正的富贵不是一夜暴富，不是中了彩票，而是慢慢积累出来的那种稳当日子。就像种田一样，有人拼命撒种，把地都累坏了，有人却懂得养地，该播种播种，该休耕休耕，最后年年有余。老崔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希望新来的朋友点个订阅，老朋友帮忙点个赞，您的支持是老崔最大的鼓励。咱们先说说什么叫真正的有钱又长寿。有钱不是说您突然发了横财，那种钱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真正的有钱是懂得理财，懂得经营，一步一步把日子过好。长寿呢，也不是说躺床上活着就算，那活得再久也是受罪。真正的长寿是健康的长寿，到了晚年还能自己照顾自己，甚至还能帮衬别人。您想想，一个人到了60、70岁，口袋里有钱，心里有爱，身边有人，这才叫真的富贵。这样的人往往有几个共同点：第一，心宽，心宽了，愁就少了；第二，有智慧，不钻牛角尖，懂得转弯；第三，懂得把握时机，不勉强也不错过；第四，人缘好，走到哪都有人帮。这些特质不是天生就定型的，是可以在生活中慢慢修炼的。今天老崔要讲的这4个生肖，他们越老越富贵，不是全靠命好，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在生活中调整自己，不慌不忙，不争不抢，反而更容易收获好运气。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生肖蛇。很多人一听到蛇，心里就有点怕，觉得冷冰冰的，不太讨喜。您要是这样想，那就错了。属蛇的人普遍聪明，思维缜密，眼光独到。他们年轻时不一定冲得快，但懂得等待，懂得布局。就像蛇在草丛里一动不动，其实早就看准了目标，时机一到，一击就中。老崔认识一个姓王的老板，属蛇的，年轻时在工厂当技术员，别人都急着往上爬，他却不声不响的学技术，攒经验，存钱。到了40多岁，厂里改制，很多人慌了神，他却早就准备好了，拿着积蓄开了个小作坊，专做精密零件。您猜怎么着？就因为他技术过硬，人品又好，生意越做越大。现在60多了，厂子交给儿子管，自己每天喝茶养花，日子过得自在得很。这种性格在财运上特别稳，他们不追求短期暴利，而是做长远规划。很多属蛇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懂得理财，不乱花钱，懂得精打细算。这种守得住钱的能力是晚年富贵的关键。属蛇的人也很注重养生，他们生活有规律，讲究饮食和作息的平衡，不是那种拼命工作不顾身体的人，而是懂得张弛有度。您去看有些属蛇的长辈，60、70岁了，看起来还很有精神，头脑清楚，还能爬山旅行学新东西，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懂得保养。老崔还记得村里有个刘阿姨，
属蛇的，年轻时在供销社工作，那时候条件不好，他却坚持每天早起散步，从不熬夜。别人笑他古板，他也不争辩，就是按自己的节奏来。现在70多了，身体比50多岁的人还硬朗，每天还能带孙子去公园玩，街坊邻居都羡慕得很。在人际关系上，属蛇的人话不多，但内心重情义，他们看人准，朋友不多，但1个顶10个。他们的贵人运往往是在中年以后显现，那是他们年轻时做人踏实低调换来的福报。属蛇的人在事业上不急着爬到最高位，而是一步一步来，往往到40、50岁以后才真正展现出实力。这种越老越旺的趋势正是属蛇人的写照。当然，属蛇的人也有要注意的地方，有时候太过理性，不太会表达感情，容易被家人觉得冷漠，但只要他们意识到这一点，是很愿意改善的。属蛇的人对家庭非常忠诚，年纪越大，家庭越是他们的精神支柱，情绪稳定是长寿的重要因素。那些活到90、100还头脑清楚的老人家，很多都是情绪平稳，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这一点正是属蛇人的强项。讲完属蛇的智慧与沉稳，咱们来看第2位生肖牛。说到牛，大家就想到牛脾气，意思是固执有耐性。这句话有玩笑也有道理，属牛的人确实有这股劲，正是这股劲让他们一步一步把富贵2个字从无到有地打造出来。属牛的人第一印象是朴实，不会花言巧语，也不耍小聪明，但您跟他相处久了，就知道他们内心坚强有责任感，一旦决定的事再难也要咬牙撑下去。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就像咱们老一辈人靠汗水一块砖一块瓦的拼出属于自己的家业。老崔有个表哥属牛的，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搬砖，那时候工资低，活又累，很多人干不了多久就跑了，他却一干就是10几年。别人问他不嫌苦吗？他说苦是苦，但总得养家啊。就这样一点点攒钱，后来自己包了个小工程，再后来成了包工头，现在50多岁了，手下有几十号人，房子车子都有了，儿女也成家了，日子过得稳稳当当。属牛的人年轻时运势不一定突出，甚至走得慢，因为他们不擅长投机，不爱抢风头，也不是最会应变的。但您瞧慢工出细活，属牛的命格是越老越稳，越晚越旺。他们不是年轻时爆红的类型，而是在人生长跑中越跑越稳，越跑越快，最后领先的人。在人生的上半场，属牛的人可能会经历一些波折，经济压力、家庭责任、事业竞争，但他们很少怨天尤人，而是默默承担，继续前行。他们相信，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这种乐观又不放弃的态度，是他们累积福报的关键。属牛的人金钱观很扎实，他们不追求奢华，不炫富，但很懂得储蓄和理财。您看，属牛的人哪怕收入不高，也常常能把钱存下来，买房投资，为子女规划未来。他们有计划，是典型的细水长流型。等到50岁以后，手头有房有积蓄，子女也独立了，生活就轻松了，福气自然跟着来。老崔还记得单位里有个老张，属牛的，在财务科干了一辈子，从来不跟人争，不跟人抢，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本分工作。年轻人觉得他没出息，他也不辩解，
该干啥干啥。等到退休的时候，大家才发现他早就把退休金规划好了，买了理财，买了保险，还给孙子存了教育基金，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现在70了，每天去老年大学学书法，跟老伴儿到处旅游，活得比谁都滋润。事业上属牛的人适合需要耐心与专业的行业，比如教育、农业、金融、制造业、工程等等。他们不怕重复，不怕辛苦，反而越做越熟练，越熟练越值钱。很多属牛的人前半辈子在别人公司工作，中年以后开始自己做老板，投资副业，慢慢转型成事业的主人。属牛的人贵人运不一定很旺，但他们靠自己就是贵人。他们不喜欢求人，也不喜欢麻烦别人，所以大部分时候是自己打拼。但有趣的是，等到他们有了成就，贵人反而会出现。这种先苦后甜的命格在命理中很典型。健康方面，属牛的人年轻时可能因工作过劳有些小毛病，但只要调养中年以后，反而是健康最稳的生肖之一。他们不爱熬夜，不乱吃，生活规律，有节制，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家庭，是家庭责任感最强的生肖之一。他们为家人付出，不计较，不抱怨，所以晚年容易得到回报，孩子孝顺配偶，感恩家庭和乐。您去观察那些70、80岁还气色红润，儿孙绕膝的长者，很多都是属牛的。咱们常讲吃苦当吃补，属牛的人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。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不怕慢，只怕站，只要一直走，总会走到。属牛的人年纪越大，反而越活越开心。年轻时可能没什么娱乐，忙于生活，但晚年会开始享受种花养鱼、旅游写作、学书法、下围棋，日子过得丰富多彩，而且因为心中无债、无愧无憾，心理健康，身体也跟着稳。家有一牛，如有一宝，这话不是开玩笑的。一个属牛的人在家中能带来稳定、安全、勤勉、守信的氛围，这样的人不但自己能富贵，还能带动一家人，让全家老小都安心自在。讲完属蛇的智慧与属牛的稳重，咱们来看第3位生肖马。属马的人性格和前2位很不一样，他们风风火火，敢冲敢闯，年轻时可能一身劲，像个拼命3郎，但您千万别以为他们只有傻劲，他们背后有惊人的复原力和贵人缘。只要撑过几个关键转折点，晚年不止富贵，还有福寿双全。马象征自由、速度、力量。属马的人天生有一种往前冲的能量，他们不安于现状，不喜欢被束缚，不甘于平庸。您会发现身边的属马朋友常常很有野心，不论职场、感情、生活，都希望活出自己的风采。有人会怀疑马不是性子急吗？不是容易冲动吃亏吗？确实，属马的人年轻时命运可能跌宕起伏，因为他们不爱按牌理出牌，容易因冲动吃苦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在年轻时就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打下了深厚的经验基础。这一切到了中晚年就会转化成财富和智慧。属马的人最了不起的是他们的逆转力，他们越挫越勇，不轻易服输，哪怕跌大跤也能很快站起来重新出发。这种抗压性是富贵命里很关键的一环。老崔有个侄子属马的，年轻时做生意被人骗了，赔了一大笔钱。当时家里人都劝他算了，他却说我不服气，我要再试一次。后来他换了个方向做餐饮，头几年也是磕磕绊绊，
但他就是不放弃，一边干一边学一边改，现在开了3家连锁店，生意红红火火，才40出头就把之前的亏空全赚回来了，还有余钱投资别的项目。这就是属马人的韧劲，跌倒了不怕爬起来再冲。财运上属马的人属于先波动后聚财的类型，年轻时可能收入不稳，投资失败，冲动消费，但一旦受过几次教训，他们就会像野马被驯服一样，开始懂得节制规划，投资逐渐累积财富。因为他们思维活，人脉广，行动力强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，赚钱速度也比一般人快。尤其到了中年以后，属马的人会明显变得稳重，不再一味冲动，而是懂得分析趋势，把握机会，善用人脉。很多属马的人在45岁以后会有一波事业上的突破，从被动赚钱转为主动掌握资源，甚至成为行业中的关键人物，这就是他们后劲强的体现。在职业上，属马的人常见于服务业、创意产业、运输物流、创业型事业等领域。他们不爱受拘束，不适合做办公室一板一眼的工作，相反，给他们一点自由空间，他们反而能创造惊人的价值。有很多企业家、艺术家、设计师、餐饮达人都是属马的代表。健康方面，属马的人虽然个性急，但却注重体能与身材，他们多半热爱运动，活力充沛。年轻时可能喜欢登山、骑车、潜水，年纪大了改跑步、打太极、做瑜伽。最重要的是，属马的人不喜欢躺平，哪怕70、80岁了，也常常有一颗年轻的心，到处走走，活得比年轻人还精彩。长寿的根本正是这种动中求静，静中生动的人生观。属马的人不容易抑郁，不爱钻牛角尖，有情绪发得快，不闷着。他们知道什么是该坚持的，什么是该放下的，凡事看得开，这一点对延年益寿帮助极大。家庭关系上，属马的人年轻时可能比较自我，容易忽略伴侣或孩子的感受，但到了中年以后，会因为人生历练多了，开始学会体谅、沟通、付出。他们愿意为家人改变自己，也愿意在家人面前放下自我。这种转变往往在50岁之后特别明显，让他们晚年更有福气。贵人运方面，属马的人命中常带一马，意思是有机会动走迁移，也常在变动中遇到关键人物。这些贵人可能不是长期相处的朋友，而是在关键时刻拉他们一把的客户、伙伴、老师，甚至旅途中偶遇的人。所以属马的人不要怕换环境，该转弯就转弯，该出门就出门，动起来才有机会发达。生活中有许多70几岁的属马长者仍然精神抖擞，有的每天打太极，有的自己开车逛市集，有的还在社区大学上课，活得自在精彩。这种状态正是老而不衰的最佳写照。属马的人正因为年轻时够拼，晚年才能坐享其成，而且他们不止自己旺，也容易带动家运。尤其是属马的父亲或母亲，在家庭中通常是活力担当，到了晚年还能带孙出门玩，帮忙理财，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讲完3个生肖，咱们来说说最后这位越老越富贵的生肖，靠的就是低调厚道，以及一种独特的静而不争福泽深藏的命格特质。这第4位就是生肖猪。很多人一听到猪就想到懒，爱吃，圆滚滚。其实在传统命理和民间俗语里，猪是最能聚福纳财的动物，就连过年贴的招财进宝图也常画一只金猪，代表丰收福运，长寿圆满。属猪的人看似不争不抢，
但其实非常懂得生活。他们内心柔软，有同理心，重情重义，做人宽厚。年轻的时候可能吃点亏，但吃亏往往是福的开始。属猪的人通常不会强出头，也不爱与人争高低，但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稳住局势，靠着一点点累积的好运与人缘，在中晚年之后开始厚积薄发。老崔有个老同事姓李的，属猪，在单位干了30多年，从来不跟人红脸，不跟人计较，有什么脏活累活他都默默接下。年轻人觉得他傻，领导倒是看在眼里。等到退休的时候，单位特意给他办了个欢送会，还发了一笔奖金，说这是对他多年贡献的肯定。现在他退休了，之前帮过的那些年轻人都成了中层领导，逢年过节都来看他，有事没事请他吃饭，日子过得热热闹闹。属猪之人的命格属于前平后旺，他们不是一出生就财运冲天，也不会少年得志，而是那种越活越通透，越活越会过日子的人。年轻时可能平平凡凡，甚至有点迟钝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生活轨道会越来越顺，越来越稳。等到50岁以后，贵人多，机会多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整个人仿佛逆龄成长。他们的财富观很有意思，不贪心，不激进，但极会持家。您会发现很多属猪的人虽然不是豪气干云的类型，但家中总是井井有条，有储蓄，有投资，有保险，有后路。他们不会让自己落入月光族或过度消费的陷阱，反而懂得存钱比赚钱更重要。这一份稳重是支撑他们晚年安稳的关键。人际关系上，属猪的人是软实力的代表，他们不会用太多话表达自己，但总能让人舒服安心。他们不爱说大道理，不喜欢教育别人，但一旦你有难，他们却最愿意出手帮忙。这种闷声做大事的特质，让他们累积了广泛又稳定的人脉。属猪的人在家庭中是被依赖的核心，在职场上是稳定的中坚力量，在人群中是老实可信的象征。这种人到哪里都有人罩，硬有人挺。健康方面，属猪的人通常体质不错，尤其是注意饮食规律，不暴饮暴食的情况下，身体往往比同龄人强，而且他们不爱折腾，不爱操劳，讲究有事做少烦恼的生活节奏。您很少会看到属猪的人为了名利搞得自己焦头烂额，他们宁可少赚一点，也要活得轻松自在。属猪的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懂得享受，别小看这4个字。在现代社会，会享受其实是一种高段位的生活智慧。他们懂得在辛苦中找乐趣，在平凡中发现美好，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点。年轻时可能为家庭拼搏，为孩子忙碌，但一旦子女长大，工作稳定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生活节奏慢下来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去旅行。所以您会发现，很多属猪的长辈年纪大了，反而精神更好，人缘更旺，每天泡茶散步，串门子，参加社区活动，日子过得比谁都惬意。这种心态就是长寿的最大秘诀。老崔村里有个王大爷，属猪的，年轻时在供销社卖货，那时候工资不高，他也不抱怨，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本分，对谁都笑呵呵的。后来供销社不景气了，他就自己摆个小摊卖菜，一卖就是20年，从来不缺斤短两，从来不以次充好，街坊邻居都爱找他买东西。现在70多了，摊子交给儿子管，他每天早上去公园练功，下午跟老伙计们下棋喝茶，
晚上回家逗逗孙子，身体硬朗着呢。前2天还跟老崔说，人啊，活到这个岁数，图的就是个安心自在，有钱没钱的倒是其次，关键是心里舒坦，身体好，这才是真福气。家庭关系方面，属猪的人通常非常顾家，尤其是男性，外表看起来呆呆的，其实对家庭极不负责任。属猪的女性则温柔体贴，是家中的润滑剂，能安抚各种冲突，让家庭气氛和乐温馨。正因为他们不张扬不锋利，晚年在家中的地位反而越来越稳，儿孙绕膝，人人依赖。事业运上，属猪的人虽然不是一开始就冲第一的类型，但他们擅长等待时机，懂得顺势而为。很多属猪的朋友在40岁之前都默默耕耘，低调工作，但到50岁机会来了，就马上爆发。可能是升职，可能是退休金丰厚，也可能是投资获利。总之，财运从此稳定下来，而且越来越顺。他们的人生就是先慢后稳，先藏后发，不像别的生肖起伏剧烈，而是一步一脚印，越活越富，有越老，越有人疼。这种命格在命理上被称为后福深厚，意思是晚年福气堆积完景，圆满无忧无灾，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命。您仔细回想，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位属猪的长辈？他可能不是最能干、最有钱、最高调的，但却是最可靠、最稳健、最有福气的。您可能从小就觉得他好像没啥特别，但年纪越大，却越活越精彩，越活越有味道。这正是属猪之人最令人佩服的地方。他们用一生低调的积累，最后在人生的下半场完成漂亮的逆转胜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心里可能都在想，我不是属蛇，也不是属牛、属马或属猪，那我是不是就跟越老越富贵无缘了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生肖命格固然有其先天的影响，但后天的心态、行为与选择往往才是改变人生的关键。命理之所以有趣，不在于它给人一个定论，而在于它提供了一面镜子，让咱们借由别人的命格看清自己的潜能，学习可借鉴的智慧，进而调整自己的节奏，活出自己的好运气。您回过头来看前面提到的4个生肖，不论是哪一个，其实都具备几项共通的能力，而这些能力是所有人都可以透过努力后天养成的。第一项是顺势而为，不逆天而行。属蛇的人善于观察，懂得静待时机，行动之前会先评估，不轻举妄动，这其实就是顺势的智慧。不是您冲得越快就赢，而是看您是不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。想要越老越富贵，就要学会顺势，什么时候该拼，什么时候该等，什么时候该放下。心里要有一把尺，这把尺不是人云亦云，而是来自观察、思考与判断。第2项是慢一点没关系，但要稳。属牛的人正是这种慢而稳的典型，他们不追流行，不急功近利，但走得踏实，成就反而比那些急躁的人更大。您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输在快，却很少赢在稳。稳定不是消极，也不是没作为，而是您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，不被别人的节奏带乱。这种稳是建立在自信和觉悟上的。咱们社会很讲究拼搏，但有时候咱们得问问自己，拼到最后是为了什么？如果一直在追赶别人的标准，最后忘了自己真正要的，人生再快也没意义。相反的，走慢一点，走稳一点，才能活得久，活得好。人生的后半场自然精彩。第3项是跌倒了
也要爬起来再冲一次。属马的人是这方面的典范，他们虽然冲动，但跌倒了从不气馁，反而因为吃过苦，受过挫，更加坚强，更懂得怎么修正，怎么走得更远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不可能一路顺遂，一定会有起伏。问题是遇到失败时，您是放弃还是整理装备，换个角度再战一次。很多人输不是输在没有机会，而是输在失败，一次就不敢再尝试。第4项是会过生活，才活得久，活得富。属猪的人或许不拼命，不高调，但他们懂得活在当下，懂得放松，懂得享受每一餐饭，每一个晨光，每一段关系。说穿了，他们拥有一种现代人最缺乏的东西，就是生活感。您有没有遇过那种每天工作拼命赚钱的人，结果身体搞坏，人际关系破裂，到头来一场空？这就是只会赚钱不会生活的代价。而属猪的人提醒咱们一个观念，真正的富不是数字上的0，而是生活质量。您能不能睡得好，吃得香，活得安心，这些才是看不见但最重要的财富。第5项是与人为善，才有贵人相伴。4大生肖之所以有贵人运，跟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脱不了关系。属蛇的人虽然话不多，但做事靠谱。属牛的人踏实肯干，让人放心。属马的人热情真诚，交友广阔。属猪的人厚道温和，处处为人着想。您看这些特质，哪一个不是在为自己累积福报？贵人不会凭空出现，贵人是您平时怎么对人，别人就怎么回应你。种善因得善果，这道理从来没变过。如果您希望晚年有人照应，有人帮衬，那现在就要开始善待身边的人，不计较，不算计，真心相待。您给出去的温暖，终有一天会加倍回到您身上。说了这么多，老崔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观念，越老越富贵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一个过程。不是说您到了60岁、70岁就自动变富变贵，而是您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、每一个选择、每一次调整，都在为未来的富贵铺路。年轻时您怎么对待金钱、对待健康、对待人际关系、对待家庭？中年时您怎么面对压力？怎么调整心态？怎么规划未来？这些都会在晚年一一显现。命里能看出一个人的潜质和可能性，但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还是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。属蛇、属牛、属马、属猪的朋友们，你们拥有先天的优势，但也要懂得把握。其他生肖的朋友们也不要气馁，因为这4个生肖的智慧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和实践。最后老崔想说，真正的富贵不在于您拥有多少财产、多大房子、多豪华的车，而在于您晚年的时候能不能活得自在、安心、健康、快乐，能不能被家人朋友需要和尊重，能不能每天醒来都觉得人生值得感恩满足。如果您现在还年轻，那就从今天开始好好规划，好好积累，好好对人，好好对己。如果您已经步入中年，那更要懂得调整节奏，不急不躁，稳扎稳打。如果您已经到了晚年，那就放下执念，好好享受每一天的阳光，每一餐的美味，每一次的相聚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越老越富贵的秘诀说穿了，就是一步一脚印，用心过好每一天，福气自然会来，富贵自然会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，有所帮助。如果您觉得老崔讲的还不错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把这份智慧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
下次老崔还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生肖的命格特点和人生智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越活越好。